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30分钟好货到手的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96倍乳黄金续航母源自护力，感谢 A2 紫药 HMO 奶粉赞助播出。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call back 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聊天吃乐事，分享更快乐，本节目由片片薄脆乐事不停的乐事赞助播出。真好笑，真有机，本节目由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赞助播出。微信搜索效果小程序，关注你喜欢的演员，并许愿想看城市，托有全国巡演就有可能来到你身边。我们这个赛段叫做矛与盾之战，目前矛阵营有2组演员晋级，盾阵营有10组演员晋级，票数最低的12位将在本轮结束之后告别这个舞台。哇，这谁抽球吧？真抽球吧？没有人主动抢，没关系，我们还有非常精妙的设置，叫做有缘香。怎么这跟年会似的呢？各位好，欢迎来到由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的《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欢迎各位的光临。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快乐不止一点点的下一代购物方式，美团闪购冠名播出。首先，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校友团的4位朋友：大张伟老师、罗永浩老师、李宇春老师、鲁豫老师，欢迎4位。这一赛段我们继续请到了一直在幕后为优秀的脱口秀作品来贡献自己智慧的编剧老师的代表梁海源老师和苗苗老师，在他们身后的是全国的脱口秀俱乐部的各位主理人朋友，欢迎大家。还有楼上的脱口秀的各种好朋友，欢迎你们！大家好。在这个赛段呢，我们叫做矛与盾之战。之前呢，向每位演员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就是脱口秀究竟是你的矛还是你的盾？根据他们的回答，42组脱口秀演员组成了矛和盾2个阵营。上半场有22组演员完成了自己的表演，大家可以看到舞台的右边是我们的晋级区，目前矛阵营有2组演员晋级，盾阵营有10组演员晋级。刚看到可能很奇怪，有的时候比赛就是这么残酷，而左手边就是要等待开战的演员和处于待定状态的演员。OK， 我们来正式进入到下半场比赛。下半场比赛要根据规则，还是盾阵营要出人。是了啊，盾阵营要出的这位朋友呢，他的脑回路总是让人哭笑不得，他的舞台表现呢，就是奇奇怪怪的好笑。对，就是针眼也较真啊！掌声欢迎李梦洁。哎 ，Hello， 大家好。OK， 我叫李梦洁啊，我知道各位不认识我。认识，OK，给不认识的朋友说一下啊，我也不是什么素人演员，我上过互联网一档很红的民生节目《1818黄金眼》，我是因为跟一对狗和情侣吵架吵输的上那个节目，那个节目谁都可以上，但能从那里火的没有一个正常人。告诉你们，我对吵架的态度是我肯定吵，我不怕输，但必输。生活中我有一种人我不敢吵架，就是打车遇到路怒的司机。
方向盘在他手上，尤其是一些北京路怒的司机，因为他们喜欢说话直截了当，还喜欢绕弯子，感觉是有厂牌的，像个 rapper， 边开车边 diss 别人的车呀，哎，他开那样配开那么好车吗？配开那么好车吗？一直在酸别人的车，感觉他还不是普通的路怒，他是个路怒 lemon。骂着骂着，突然转过头就问我：“这么短的路，你为什么打车呀？我为什么能拉到你呀？”我说：“啊，我为什么打车？因为我原生家庭有问题。我一步都不想走，我现在有钱了，我就想打车。”他说：“可是你打的是特惠快车。”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你能拉到我，我叫的就是特惠快车。”他们总喜欢把自己的问题转嫁给我们身上。我之前在南昌演出，遇到一个又路怒又内耗的司机。当时很晚，他送我回酒店，我坐在后座，他开着突然就大叫了一声：“我真的好笨啊！”我说：“啊，我闯了一个红灯啊！你说那么大的红灯，我怎么就看不见呢？我笨不笨？为什么要问我呀？那么大的红灯，你为什么看不见呀？因为你在刷短视频啊，对吧？笨不笨？我怎么说？你好笨的，咱俩要出车祸死了，就是被你笨死的。”他说：“你知道闯红灯什么后果吗？扣分，还扣200块钱。我今天赚的不是特别多，我只能承担100块。”我说：“大哥，哎。”大哥说：“可以 AA。”我说：“不可以，是你玩的手机。”他开始自己安慰自己，我理解，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在安慰自己的过程当中跟自己谈崩了。他跟自己吵起来了。他说：“你知道赚200块钱有多么不容易吗？”兄弟，好像很多人赚200块钱都不容易，大家都挺辛苦的，不止我一个。但是有人赚200块钱就很容易啊，那个红灯咔嚓下就200，咔嚓下就200，我已经听不懂了。他觉得红灯赚钱太容易了，红灯咔嚓下就200，他是拍立得吗？他已经开始眼红红灯了，开始抱怨社会。他说：“我不容易，我赚的不多，我买不起房，不，我现在好想死啊！”我说：“大哥啊，现在吗？不能跑完我这一单吗？就差2公里了。”我当时听了真的很生气，因为我不想死，我也不想他死，我的大脑很混乱又很燃，我也不知道我在喊什么。他说：“我现在好想死啊！”我说：“笨蛋！”大笨蛋，别死，不就是个灯吗？有用，他脸红了，像红灯一样。有用，因为他最后把所有的问题归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说：“特朗普坏蛋，欺负我们。”我说：“对。”他说：“那100块。”我说：“100块给不了。”他还是很生气，我必须要安抚他，不然他真的可能会出一点问题。然后呢，我就开始演，我自己想到一个好办法，你们不要轻易的学。我说：“哎，大哥，等等，我突然想到了，你说的那个红灯，该不会是上个那个红灯吧？那个红灯他不拍。”我很后悔说，因为我说完之后他就低头玩手机了。他说：“哥们儿，今天遇到个好事儿啊，咱们今天吃点好的，哥们今天多赚200。”我说：“哎，你不是没有被扣这200块吗？”大哥说：“你乐观一点，我刚才有点失态了，没扣就是赚200。”他越乐观我越难过，我哪知道那个灯拍不拍呀？我第2天就离开南昌了，他可能7天之后才会收到那个罚单。你很难想象7天之内他再过那个红灯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如果前面没有车，他撒，后面车说：“哎，有什么东西在闪。”
他说应该是闪电吧。7天之后收到罚单，交警很生气，交警说你笑的也太嚣张了，你看看你，大哥那么乐观的人，看着那些照片，肯定会发一个小某书，家人们谁懂啊？闯红灯拍到了人生照片哦。这个路口的红灯也太出片了。但下车之后，我还是告诉他，我说你好好开车，那个灯会拍，以后不要玩手机了。这个段子是我5年前写的。特朗普下台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讲过了。5年了，特朗普回宫了。我很开心讲这套内容，因为去年我遇到了跟司机一样的问题，我共情了他。去年我参加节目，首轮淘汰，我刚淘汰完之后，童漠男就下来安慰我，我说你不要安慰我，我自己能安慰自己，这有什么难的？我说大家都挺难的，演员都不容易，那不止我一个，演员被拍灯本来就挺难的。但有人被拍灯就很容易啊！我说你不是说我段子没问题，肯定能拍吗？他说我哪知道那个灯拍不拍呀？我哪知道拍不拍呀？拍了。这是童漠男说的。他说我哪知道拍不拍啊？我说我真的很难过，我参加了综艺，我觉得没有人喜欢我，我不想再参加比赛了，我可能只能演小剧场了。他燃了，他说不就是个灯吗？你至于吗？灯我给不了你，但寻找王医生天津站1700人大剧院开场你来吗？我说来。非常感谢童漠男，我讲这段子其实就是为了感谢他，因为他拉了我一把，谢谢你们。讲到这里。真的能看吗？能看。李梦洁的锁票倒计时开启。我喜欢他让童漠男逼着我拍灯那个。我说这都 Q 这么半天了，哥们儿不给个情绪价值吗？啊，然后但是确实也是演得好啊。谢谢大老师。我觉得他特别逗是在于，就是比如说路怒啊，或者别人来骂街的时候，你当时是不是心里可开心了？有段子了，可以记了旁边。我觉得李梦洁的点是在于，他经常说这个事儿啊，按别人来说就过去了。他就过不去，就这点事上就能给变成自个儿的一个作品。我觉得这个希望以后听到你更多的故事。谢谢大老师，谢谢大老师。我上一场对他的那个段子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觉得他的画风太清晰了，哒，对，就是太清晰了。所以这一场我觉得比起来的话，这场的笑点会稍微少一点，但是也有一些我特别喜欢的。虽然他说的是这个司机的事儿，但是他中间有一个原生家庭，是我笑得特别大声的一个点。我是在这一场，我真正的开始真的 get 到李梦洁有多好。谢谢，哦，谢谢。就是首先他的反差特别大，因为他这个本人你看讲话就是个特别感觉温文儒雅的一个人，但他每次讲的又是一个内心有极具愤怒感的一个人。然后刚才你说是小触发大故事，但我觉得是他把一个画面或者一件小事儿，像电影那个高速放映一样，变成个慢动作。然后这个慢动作，当你看到子弹被射击出膛之后，他那个过程，他就娓娓道来的给你讲述，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所以这一段我觉得非常棒，里面有很多就很无厘头的梗，我笑得非常开心。我觉得唯一的美中不足，我想跟你分享，就是你最后那个梗为什么不落在特朗普那儿？你再翻一番。我其实等着了，我想啊，这么贴近事实，我也以为他会说，对，说回来。对，我想说就是对，但是我的时间真的不够，因为我一直在2篇稿子来回跳。你是一个高度风格化的一个创作者。所以你的那个东西很难在别的演员身上看到，因为你脑回路特别奇怪，特别清奇，所以这个是非常可贵的品质。谢谢罗老师。我相信你有那种能力，是把一个微不足道的事儿不断的翻，不断的延伸，甚至把一个小事儿讲成一个专场。我特别期待看到这个。OK， 好，谢谢罗老师，谢谢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在现场的朋友的投票结束之后，梦洁究竟是直通还是要等待挑战？我们要开启抢麦了，抢麦倒计时。毛阵营的朋友，有哪位想要抢麦？来了，该来了。好的，一共有4位要抢麦。他们昨天不是这样的啊。好嘞，来吧，梦洁。我说一下我的理由啊，李玟我不会选她，因为我们是一个风格，我希望能给我们的风格多留一点。然后最先站的是秋月吧，我就选秋月吧。好嘞，秋月。下面这位演员在第1轮讲了他作为滑雪教练的故事，我们来看一下第2轮，也是故事型选手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故事。掌声欢迎秋月。你们好，我是秋月2楼朋友，你们好。哦，对，还有我是一名滑雪教练啊。对，然后上一轮比赛我非常激动啊，主要是因为我晋级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在台上看见了春春，因为他让我想起了我的2005年，因为那一年我也参加了超女。真的，当时我就是被那个节目的 slogan 吸引了，想唱就唱。他宣传的是平民选秀啊，但我想说，人呐，真的会反复踏入同一条河流。20年后，我又被另一个 slogan 吸引，每个人都能说5分钟脱口秀。那一年我刚14岁，懵懂无知，有点懵懂，格外无知。真的，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是因为我的同学在课堂上塞了一张纸条给我，他说我们的机会来了。哎，我都不知道啊，啥机会？丢人的机会。当时还是非主流时期，我还梳着一个齐刘海，我还有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让风把这刘海给吹劈叉。所以我总有一只手在刘海的上方不停地拍打，像这样。而且校服袖子从来没有好好穿过，甩到最下面，然后扣在嘴上。哎，有画面，想起来了。双腿内扣，往左再往右。我还有2个朋友，他们跟我不一样，他们是斜刘海，斜刘海就是挡住半只眼睛的那种。他们俩一个往左斜，一个往右斜，2个人站在一起，勉强凑出1双眼睛。你们看着网上那个陶喆的图了吗？他们俩一个陶喆，一个哲陶。我们3个是一起报名的，但现在想想，当时的节目真的没什么门槛，我们3个这个造型全都选上了。当时我选择的歌曲叫做《刺激2005》，没听过吧？当时评委也没听过。它是一首串烧歌曲，太前卫了，没有人拿串烧参赛，一般也就串个2、3首最多了，我串20多首。我想做人呐，咱得留几首，这首不行还有下首，一首接一首，我都给老师串迷糊了。老师刚听出什么歌的时候，换下一首了。你想想，当初春春从海选到冠军，也就唱了20多首歌。我海选一次性全能唱完，我唱了30多秒的时候，老师不让我唱了，但我已经唱了6首歌了。评委老师还没有放弃我，他问我：“哎，你还有什么别的才艺啊？”我张口就说：“军体拳。”真的，那我每年年过年表演才艺都表演的军体拳啊，我爸教我的。我爸说部队每天都打军体拳，我爸都没当过兵。跟我一起去的陶喆和哲陶给老师表演了一个我是白云，我是黑土。他们以为自己去的刘二根大舞台。
我打完拳问评委，我说老师你可以点评我几句吗？老师愣住了，他都没想到我能问出这样的问题。老师想想说，你穿的毛衣在电视上看起来不好看，颜色太花了。老师没点评我的歌曲，也没有点评我的才艺，他点评我的 OOTD。什么叫做颜色太花了？我不懂，我回家看电视我都没看出来，我家黑白电视，只有雪花。而且当时家里确实蛮穷的，毛衣都是妈妈给我织的。她织的时候啊，本来是一个淡黄色的毛衣，她织发现线不够了，所以家里有什么线她就用什么线，拼接成一个串烧毛衣。后来我知道，其实唱歌好听的老师根本没有问才艺，就是问我们这些。我后来想想，是不是就要把我们选入那种搞笑集锦？你们应该看过吧？就是那种我的情人。对不起，我疯了啊！真的，我现在看那种搞笑集锦，我根本都笑不出来，因为我太害怕看着看着，我下一秒就出来挥拳了。真的，就是谁能想到那个视频呢，能被保存下来，还留这么久？但是我挺怀念那时候人的精神状态的。这人呐，怎么能那么勇敢，那么的自信？我现在我当时淘汰了，我都没想过是我唱歌有问题，我以为我是毛衣穿错了。很多人问过我说你写这篇稿子想表达什么，我不知道。他说是不是因为春春在这里你才写这篇稿子？我说是啊。要不然我都忘了。好，我们三个当初一起走出来的时候，我们说好了这事儿永远不要再提了。20年过去了，真的谁也没有再提。我最近因为写这篇稿子，我特别着急，想回忆情节，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什么超女我不知道。他说要写就写你自己，不要提我们。好的，李欣、张艺轩。我提他们不是为了别的，我就是想显摆显摆。当初20年前我们三个在一起，20年后，我跟当初我们的冠军在一个节目里。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太奇妙了，喜剧给了我无限的可能性。我想我都当教练了，我都滑出去很远了，没想到又滑回搞笑的圈子里。所以当初我现在想想，我还能回到当初超女的舞台，我仍然会穿那个串烧毛衣，唱那个串烧歌曲，但是我应该换个才艺了，我会选择脱口秀。我说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68号选手邱月儿我是一名滑雪教练。我来到这里的原因呢，是因为我家那边雪化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秋月的索票倒计时。刚才你说那个刺激2005的时候，我和大老师，我们两个看着彼此说，好，我们两个都听过。对，当年好多歌传唱在一起哈，一句就是一首歌，恨不得。对，就一句一首。春春，我想问一下，你05年海选的时候，你唱的是什么？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对啊，第一首啊。我在总决赛的时候，当时导演组有给过我一首花儿的歌曲啊，那唱了吗？没有，因为我当时不会唱那首歌。这也是合理的。那歌叫《化蝶飞》。化蝶飞哦，化蝶飞哦，哇，这个歌非常适合穿上毛衣唱啊。化蝶飞，穿上毛衣，我太合适了啊！你后来会了这首歌？我对。别逼着人家啊！我没有逼，别逼人说假话。对，来了。春春，你说真话，你现在会这首歌吗？化蝶飞，化蝶飞，是。
谢谢。你作为礼貌的回应，你是不是应该唱一下人家的？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教团的4盏灯都亮了，问一下4位哪一段哪个瞬间是你特别喜欢的？大老师，他后来说，要不然我不说就该忘了。那个是的，是的。我还觉得他要怎么把这个事儿说破无毒，然后只是就用这个点说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块必须得拍了，这个好棒啊，这块啊。而且中间有一段是他几乎一句一梗，连叠了5下左右，大概是。你当年的经历跟春春老师的这个互动。是跟作品是浑然一体的，是的，对，是一个作品的真实的、扎实的一部分构成，对，100%的契合度，非常优秀，非常棒。我听到后来就燃了那种感觉，而且能明显感到秋月就演到从中间开始，就是因为正向反馈太好了，变得特别的自如，节奏非常好，就是疯了，越来越舒服，真的，而且里面就最后听到感动了，对，因为谁都有小时候那个追梦的那种感觉，基本上每个人童年应该都有一件串烧毛衣。所以所有这种点加在一起，还有就是刚才罗老师讲的，就是艺术跟生活这么浑然天成连在一起，这太难得了。是，谢谢。在秋月说完了之后，最有资格发言的人是李宇春。对啊，来春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因为它勾起了我很多的回忆。是。就是那种古早的时候的一些比较，现在说是比较抽象的一些画面，对，就包括当时杀马特的造型啦，然后大家穿的衣服啦，然后大家唱的歌呀，然后包括在那个舞台上的一种自信的精神面貌呀，就是好像没有任何的负担啊，或者是我会不会丢人呢？就是有很多好玩的事，包括他说那个有一个集锦。就是我们现在去考古会看的一个东西。现在你那个还在吗？我那个就能找到吗？哪里能看到？因为我自己找不到，所以我才敢讲，我怕大家找到。我太想找了，我太想看那个东西了。一定能找到，播了就找到了。秋月他确实在集锦里是吧？不，他没有在集锦里，但是确实是当时播出了，我在电视里看到，所以我下楼的时候，别人问，哎，你怎么在电视里打拳啊？我觉得很丢人，所以这事儿就不想提这个事儿。所以其实春春在听这段秋月的脱口秀表演的时候，你的那个感受和其他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就是个当事人呗，就当事人的感受，所以我一直是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因为太活灵活现了，就在我眼前。对。我真的，您说这个折桃这个事儿啊，就是发型这个事儿，以前就是这样。哎，最适合留这个发型的人知道是谁吗？哈哈曹，他这个嘴都老往上，这么着吹，可以把它吹起来是吧？对，我以前真的是这样。而他那个当时他在演那个就是那袖子这么着弄嘴的时候，对，是吧？那个感觉一下就回来了。那个时代，那个年代的学生很多都是那个范儿，太帅了。所以秋月的这段表现，我相信一定给李梦洁了巨大的压力。李梦洁又往心里去了，好吧？请李梦洁回到舞台。来自盾组的李梦洁和来自毛阵营的秋月，我们来看一下二位的得票数是。273票的秋月，祝贺秋月顺利晋级。来吧，我也是参考例子了。春春在台上说想落泪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踏进2005年的时候，给新的一年充满希望。05肯定比2004好。05年愿望就是想买辆车。21年给这个土房换成砖瓦。衷心的祝福你们乘着音乐的翅膀越飞越高，
他讲那个年代的那些东西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非常优秀的那个演出，把我们全带到了那个时代，甚至那个时候我已经挺大的了，但是他因为讲那个校园里那种青春又无所畏惧的那些东西，把我更早之前比那个年代还早10几年前的事儿全勾起来了。稿子里其实还有挺长的一部分，关于我那两个同学，其实那两个同学当时一起跟我参加超女的时候，他说要写就写你自己，不要提我们。好的，李欣、张艺轩。其中有一个女孩子是表演才艺的，那个评委问她你还有什么才艺？她说她想了半天都是英语。然后老师就很吃惊嘛，然后她出来的时候我说那你表演了吗？她说没表演，她怕老师听不懂。所以然后她今天是个英语老师，非常棒的英语老师。因为我觉得挺好的。我们也要祝贺在下半场毛组开局顺利。那么毛组因为秋月的晋级，所以马上要派出的仍然是毛组的朋友啊。下面这位大家很熟悉，经验很丰富，上台了，上台了，维持胜局，比赛经验也丰富，编剧经验也丰富。今天这位朋友有一些新的经验想要和大家分享，掌声欢迎孟川。其实，这个长相也是有烦恼的，因为我们经常最近录节目嘛，就录到深夜，有时候太忙了，我就带着妆回家。我楼底下那个保安造谣，说我从事不正经的行业。最近我都是在棚里卸干净了再回家，他又在传，说我最近生意不好。这还不是最倒霉的，最倒霉的是我最近被诈骗了。因为我也不是第一次被骗了，以前我去陕西那边看了个兵马俑，都遇上了个假的，有好多埋了一半的兵马俑，导游告诉我们，游客可以亲自参与挖掘。哦，这种游客，你们也知道，我们山东人就喜欢搞点挖掘。没听懂，挖掘机，忍不住下去挖了几下，上来之后导游说体验费200。那时候在反省自个儿，就自个儿的原因，社会经验不足，因为人家特别明显的提示过我们，带我们去看的是兵马俑坑。最背的是，当天晚上还入住了一个兵马俑主题酒店。那个酒店的特色就是你睡在床边上，一边杵了6个兵马俑。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你，根本睡不着觉，逼得我没办法了，就找了支笔，把他们都改成了斜眼，然后第2天赔了1200。然后我觉得我的防骗意识就上来了嘛，因为我们4大的 group 天天在一块写稿，只有我没跟着呼兰炒股，我就觉得我可以了，我甚至能扛住熟人作案。结果最近还是被人在游戏里边诈骗了。我玩的是一款叫 QQ 自由幻想的游戏，是一个超女时代的游戏。那个游戏现在里边都是中老年玩家，我们给游戏官方提意见，都是希望他们把游戏字体调大一点。平时超级淳朴，没有想到会有骗子冒充游戏大佬。我要找的大佬叫满船星河压青梦，那个骗子叫满船星梦压青河。确实是我没看清楚，但是很难仿，因为我们山东人平时说话就倒装。我的元宝、坐骑、衣服、裤子全被骗光了，就裸着站在游戏里边最繁华那条大街上。新手也是有新手装的，你光着一看就是被骗了。没有人会怀疑说，哎呀，这个人就是太热了。然后气得我就在游戏频道里边骂他。我虽然会各种修辞方法，我能骂他天花乱坠的，但是那一刻我选择了最原始、最泄愤的骂法，然后就被禁言了。气不过，我又跑到游戏论坛去骂官方为什么不把游戏字体调大一点。那些游戏装备加起来差不多有1万块钱左右。
然后我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但是你们知道吧，人在那种状态下是语无伦次的。我打电话我说警察同志，有个人骑着我的兔子跑了。警察说你沉住气说，请问你是喝酒了吗？我说没有，就是有个骗子把我东西都骗了，我刚买的兔子和枪。警察说兔子不重要，你主要说说枪的事。后来说清楚了，警察说一会儿有专门的反诈民警上门。我们家还挺乱的，我怕反诈民警认识我，我就赶紧收拾东西。但没想到警察出警太快了，一开门来2位警察说：“哎，你们家报的不是被诈骗吗？怎么像入室抢劫呢？”然后问我说被骗了多少？我说差不多1万多块钱吧。我媳妇儿说你哪来的1万多块钱？我瞬间就知道了为啥贪官被偷了不敢报警。然后我媳妇儿就跟警察一块查。一个查钱怎么没的，一个查钱怎么来的。警察说你们跟着我们去局里做一个笔录吧。我说能不能你俩先去，要不我怕别人以为我怎么着了。我们行业现在很脆弱。然后警察说没事儿，刚到楼下，那个保安说终于落网了。我坐在警车上思绪万千，我那天特别能理解被草船借箭时候曹操的心情。诸葛亮这个大骗子，当时就是欺负曹操没看清楚，骗了人家10万支箭，把人家装备全骗光了，而且多贪婪，一面插满箭还要插另一面，正面装完还得倒装。10万支箭，多少钱啊？曹操攒点钱容易吗？尤其曹操还好几个媳妇儿。越想越气，我打开了三国，找到那一集，发了个弹幕：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发完还没解气，又给唐国强老师发了条微博私信，我说以后别啥垃圾角色都接。去了派出所，去做笔录，当时第一次感觉到很抱歉占用公共资源。关键是游戏装备很难定损，警察说想登录上去看看，问我账号，我告诉他了，问我密码，我说我自己输。警察说你合着防我呢是吧？他说你们这个交易有什么保护措施吗？我说有那个交易保护，就是每半个小时才能进行一次大额交易。警察说合着你被骗了好几个小时是吗？我说没有，因为那个骗子在 QQ 上手把手教我解除了交易保护。警察说那别的保护措施呢？我说也有，我让他说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当时我旁边还坐了一个被诈骗的姑娘，一直在那哭。听我讲完受骗经历，她开始笑了。她说你好笨呀。但是幸好报警报得早，警察和游戏公司一块冻结了骗子的账号，我大部分装备也被保住了。我和骗子的聊天也截止到了你们有超过1天未互发消息，小幸运已熄灭。其实这2天一直在纠结讲不讲这个事儿，我怕我讲了这个事儿，全天底下的骗子都知道我好骗了，都来骗我，然后跟脱口秀观众一样发一个打卡孟川成功。但是现在想明白了，你们看过《三体》里边的黑森林法则吗？就是你主动暴露坐标，有人盯着我，但是他们一旦出手，也会被人盯上。我愿意给反诈工作打窝。谢谢大家，我孟川。好，孟川的索票通道开启。再次掌声送给孟川。孟川，我多问一句，请问您是什么时候被骗的？5月份。现在的反诈意识会强一些吗？现在我把所有的 APP 字体都调大了一些。而且说实话，朋友们，当时我意识到被骗了，我还跟那个骗子说，我说我那当时现在70级嘛，我说80级的时候我准备投10万块钱，我那个弄装备，我到时候还找你，我觉得能放长线钓大鱼嘛。没想到那个骗子不懂延迟满足。我们这些中年人小时候打 boss 打不过，
现在挣点钱了，觉得充钱我能打过那个 boss， 就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老男孩是吧？就是开始追梦来了哦。对，老男孩。我有一个梦想。那你之前有过被骗的经历吗？就是太容易相信别人，我的粉丝经常骗我。他经常给我发私信说：“川哥，这条那个私信你回我，我就给你看个瓜。”然后给我看了个西瓜。谁为打游戏充过钱？没有。来了，有了。几年前或者是10年前，玩了个游戏叫跑跑卡丁车。哦，我也玩过。当。然后它是有微信排名的。哦，对。我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买那个车那个装备，然后每天晚上我都看。周笔畅又排在前面去了。真就是说，10年都过去了，还跟人比呢，这就是比赛都结束了，春春。然后我就激起了我的好胜心嘛，然后我就花钱了，花很多钱，花了不少钱，然后买了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跑车。我就跟他超过了他。对这个事儿我没跟他说过。太好了，我后天跟比比录节目，正好告诉他。好嘞，可以。来，陆玉。我是对于孟川讲那前面一段，我有特别深的感触，就是他说他从小区进出，然后保安用那样的眼光看他，因为很多年前我在香港，我做那个早晨的新闻直播节目，所以小区保安很长一段时间看到这个女孩很奇怪，每天早上4点钟出门，然后头发蓬乱，然后8点钟回来，然后妆发齐全，她干嘛的？她后来过了很久，有一天就忍不住问我说：“你是做什么的？”“做电视的。”“你是什么电视台的？”我说：“我什么什么台。”“哦。”然后大家也没有哦那一下，你能读出很多潜台词。就是那潜台词说：“哦，你看，我说这个女孩是个好女孩吧。”所以刚刚那讲那段，我就很多那个画面就回来，我觉得特别有趣。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够在这个总决赛的舞台上，我觉得一定能看到孟川。那必须的，对了。再次感谢孟川的优秀表演。在孟川老师的表演结束之后，我们要看一下他能不能大于290票过了吧？直接晋级。可以的，孟川。表演直接进了吧？有可能吧？不好数。还差一点吗？差一点。哇，这谁个抽球吧？真抽球吧？因为孟川来自于毛祖，所以我们盾阵营要有朋友选择开启抢麦，倒计时。感觉没人站了。没有。抽球。哎，瑞哥不站呀，那就抽球。哦。哎，瑞哥不站呀，那就抽球。哦。Echo。好。太勇了！我姐，我没想到她会站，我决定站了。可以站，你想站？因为你赢的票不会低。那你能站呀？我感觉可以站，没有那么难打。我想好好送走我的段子。我别，走到今天，还有下一轮。走到今天，下一轮咱们几个还能再慢慢演。架手轻点，毕竟是总编剧老师。他不一定站我呀。我觉得咱们组没人站。我不站，我肯定不，我等到最后。那我要挑战他。那么马上要上场的这位朋友，他一次一次给我们带来与爱和家庭有关的故事。走了，朋友们，来，把主动权拿回来。掌声欢迎 Echo。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cho。今
年我整个夏天都待在上海，我觉得上海的男生穿搭还比较潮，他们喜欢叠穿哈，但我们那边的男生呢还是走极简啊。因为很多次我特别想问他，我说 Hello 帅哥，我注意你很久了，对你刚才在那儿蹲下的时候，对你有没有发现你屁股给我露出来了？你的风格到底是极简风还是后面有风？那么重要的部位露出来，你们不要命了？哎，但是我也能够理解，你们敢露，是因为你们信任这个世界。不会有一天我在路上我走着，我发现屁股沟。颠沟假的。顶级呈现。这个世界对我们不一样，你们男生可以随意下蹲。那天我上网，我竟然发现有人还在教我们女性如何优雅下蹲。有没有看过那种视频？一个穿旗袍的女生走在路上，东西掉了，正准备弯腰下去捡，突然一个女生出来说：“你给我等一下。”我唱着他乡忆故知。为什么呀？还有这么一段啊？一点也没在上面呀！一个下蹲花我4个8拍。女孩们别这样，这样下去我们什么东西都抢不到。早高峰地铁我晕晕乎乎的，看到一个位置一个箭步上去，我唱你别唱了。当然了，这个扇子也不能扔啊，还可以盖住别人屁股沟。有一次我坐高铁的时候，旁边那个大哥拿行李，我真的很想上去帮他提一下裤子，但我觉得不太礼貌。要是有钓鱼竿就好了。哎，我就在想，是不是你们只要自己看不见，你们就可以当危险不存在？难道这就是你们男人的勾股定理？不要误会我，我不是想在街上去看男人的屁股沟。但我走在路上，我总能看得见。我就在想，为什么？后面我想通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哲学问题，真的。因为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当然了，不要误会我啊，我是想让男人不露屁股沟啊，不是说我想争取露屁股沟的自由。不要误会，我不希望节目播出之后收到私信说在吗？看看屁股沟。这个世界对我们不一样，你们信任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好像不太信任这个世界。我对我自己的身体都不太信任，比如说月经是女性子宫内膜的周期性脱落，但是我们所有女人都知道她的脱落没有任何周期，她乱来。第一天感觉要来没来，第二天感觉要来没来，第3天老子不管了来了。哎，关键是那几天也要提前垫卫生巾，卫生巾是很贵的。上天能不能重新设计我们的身体？真的，我觉得月经啊就应该按财产分配，真的。有钱的女的多来几天，算了，有钱的男的也来，资本就得流血。每个月买卫生巾至少花我50块钱，还没有算上暖宝宝、痛经药、洗衣液。肯定很多男生会问，洗衣液是拿来干嘛的？哦，那是我们痛经的时候喝的。对。所以月经才是蓝色的，对。有一天我发现我13岁来月经买卫生巾花的钱跟我30岁一模一样，但我13岁没那么多钱，是不是上天设计我们的身体又设计错了？真的，能不能我13岁就绝经，60岁迎来初潮，60岁正是来月经的好年纪。我跟你讲，那一天我都大大方方发微博，我说老娘来了，月经和退休金都来了。下面还要加一个标签哈，关爱初潮老人。月经乱来，有的卫生巾品牌也乱来。我记得有一个品牌有一年出了一款负离子的卫生巾，
主打的功能就是清凉、透气，让你在夏天用的时候可以从下凉到上。我用了它的卫生巾，那天我感觉自己很冷血，太冰了，那玩意儿太冰了，真的不是你铺的是负离子吗？我感觉随便去火锅店前台捞了10颗薄荷糖给我铺上去了。你知道那天我用完我走路哈，我感觉下面在吹口哨。我从来没有因为月经而请到过假，从来没有。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一个人类可以因为身上任何一个洞流血而请到假，月经不行。老板，我请个假，对，我流血了，对，流了7天了。你哪里流血了？我下面流血了，无人在意，跟你们现在的反应一模一样，无人在意。所以我觉得上天设计我们的身体又设计错了，真的。我觉得月经它不应该从我们的下面流出来，真的。我觉得最好，真的最好，可以直接从鼻孔里面飙出来，真的，每个人都看得见了。我飙7天鼻血，我还在那里讲 PPT。老板都看不下去了，老板说 ：“Echo， 你没事吧？为什么你有个鼻孔流血流那么多？”说对不起，老板，我侧漏了。OK， 我知道月经来的时候会显得我们很脆弱，但它并不代表我们的身体就是很弱的。张伟丽大家都认识，对不对 ？UFC 无限制综合格斗的冠军，女性力量的绝对代表，她赢了，每个人很开心。但是下面还有人在那里评论说，张伟丽赢了确实不错，但你毕竟是女的啊，我要来打的话也可以打得赢张伟丽。你要去打张伟丽，你先把你的裤子提一下吧，真的。我可以这么跟你说，张伟丽可以边来月经边打你。谢谢大家，我是 Echo。谢谢。Echo 的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 Echo， 谢谢。Echo 讲从头到尾都非常好，情绪非常饱满。前面讲到屁股沟，那其实讲的就是一个身体的边界是社会的边界，就这个边界特别重要。对，其实我讲这个并不是说想要吐槽男性，但我会觉得这个世界它营造了一个对男性更安全的环境。我们在这边还要避免走光、安全裤、打底裤什么的。其实我是觉得这个社会的整个营造的氛围和结构是有问题。我想吐槽整个的社会氛围。你的脉络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它中间是有关联的，就是因为我们女孩都很难想象，其实你从小到大，首先成本真的很高，包括其实从小到大，我认为那2天疼痛是常态，好像它是我的一个生活常态，我没有想过我可以有别的选择。这其实后来你们不断在台上讲到这个话题时候，我内心会觉得哇，很被赋予很大力量，会特别感动的那个时刻，就是这脱口秀特别好的一点。我有时候觉得在舞台上就是表达可能优先级会大于好笑，这一方面是一个审美的一个选择，同时就是因为有些时候表达特别的重要。有一个脱口秀演员他讲，你走进一个房间，你感觉很紧张，你就应该待在这个房间。当你碰触一个话题，你觉得有些人很紧张，我们就应该讲述这个话题。所以我特别谢谢 Echo 讲的这个话题。好的，谢谢鲁豫。Echo 一如既往的生猛，对，麻辣，这是他带给我的最直观的感受。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特别个人风格上的东西。作为女性，我肯定是有很多的感同身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会让我由衷的觉得挺佩服，就是讲这个段子。其实我想说，露屁沟这事儿啊。我也看见过大哥露屁沟，然后那种大哥一蹲下，蹲太快，裤衩没跟上，你知道吧？然后是这事儿都会碰见过，然后但是说总是会，然后鲁豫老说，然后拓宽边界，让我们想的更多，然后想的更多的时候就能够照顾到别人感受更多，然后这是值得学习的。谢谢你的表演，谢谢啊，谢谢。我特别激动是。
这是我无论是线下的视频还是在那个节目中的表演，这是第一次看到 Echo 讲了一个让大家毫无心理负担能放肆的笑出来的这么一次。因为你原来那些原生家庭的那些故事总是掺杂着足够多的伤感，同情你的同时又不敢很放松的笑。今天你这个虽然尺度很大，也依然像往常一样犀利，但是让我们笑得毫无心理负担，我觉得这对你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非常好。谢谢老师。好，谢谢 Echo 的表演，我们也要把受骗的孟川重新请回台上。在孟川和 Echo 的表演结束之后，都打满了4灯。观众投票结束之后，孟川和 Echo 他们的得票情况是。霍儿哥，收拾收拾吧，我感觉 Echo 不好说，我觉得还是川哥，我觉得还是川哥。孟川279票，顺利晋级。Echo， 你的票数也非常高，245票，要进入到待定区。245差不多是个安全分数吧？对，准备下一轮吧。非常棒，走不了。这个气场太好了，太紧张了，我上去我的胳膊都麻，差点把那个赞助商给做。我今天比赛有点过于紧张了，我特别想替我们的毛赢一场，就是那个好胜心今天有点格外的旺盛。其实我是最近一直在整牙嘛，今天说第一句话的时候，那个舌头还被那个皮筋给弹了一下，我就更但好在都过去了。因为孟川晋级，所以继续派出演员的仍然是毛阵营。哇，毛炸了啊！今天可以，毛可以了，形势似乎有所改变啊，各位，相信你自己。毛阵营下面要派出来的这位朋友，表演非常有风格，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看，慢慢的想，快快的笑，掌声欢迎王大刀。大家好，我是王大刀。我从小开始，我就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我很谨慎。我小时候一个人走在街上，我就会看后面有没有人在跟着我。如果感觉后面有人在跟着我，我就会走很快，对吧？大家都会走很快。如果我发现他也走得很快，我不想让他觉得我害怕了，我就会我从小到大老是遇到一些变态，有时候我都想是不是我的问题，我就问我朋友，我说你有没有遇到过变态？他想了一下，他说今年还没有。我就想起很早之前我遇到的一个，是在大学的时候，大学有一年，我一个人走在学校外面的步行街上，有一个60、70岁的老头骑着80年代的自行车朝我骑过来，他的头特别的秃。当时建设银行的蓝光和建设银行旁边卖衣服的红光打在他的头上，随着他的移动，我以为有辆警车开过来了。他开始慢慢的逼近我，当我们两个只有半米的时候，他开始以我为圆心，开始骑车画圆。我当时一边往前走，一边发消息给我朋友，我说有个死变态以我为圆心在骑车画圆。但是他画得太圆了，我全程看不到他的侧脸和后脑勺，他的正脸死死地对着我，我是一个移动的圆心，但是他画的每一个圆的半径都保持一致。我当时觉得他骑了个派。就这么绕了几圈之后，他终于说话了，他当时死死地盯着我的那里，他说看看，朋友们不要担心，我没有给他看的。我当时想看看，他的用词也太精简，他的语气也太傲慢了，他没有用询问语气，可不可以看看？
他也没有用主语，我可不可以看看？没爱看看。他只用了2个字就让我的情绪这么复杂。我不可能表现出害怕或者是惶恐，让他觉得他骚扰到我了。他得逞了，而且我要比他更精简，更精简。所以当时他说看看，我说啊，他以为我耳背，他又说看看，我说啊，他说看看，我说啊，他说看看，我说啊，他说看看，我说啊，我俩阿卡贝拉。就这么几个回合之后，他可能觉得他今天看不了了，他就骑着车走了，消失在暮色当中。那个时候我的腿已经吓得就是腿发软嘛，就是我一个人就走回学校。然后朋友问我，他说王大刀这么多年你是怎么化解这个变态老头对你的影响的？我想说没有什么影响啊。他说那你现在为什么在骑车化缘？我现在就是有时候一个人在路边等人什么就会骑车化缘。你知道我现在想起我19岁的时候遇到这个老头变态，我真的觉得他当时走的有点太轻松了，他全程连车都没有下过。我想如果我现在穿越回10年前，我再遇到他，我不可能让他走得那么轻松了。假设我再遇到他，他又骑着自行车开始以我圆心，开始骑车化缘，盯着我说看看，期待着我的害怕和惶恐。我就现在又看，你俩懵了对吧？老头也是，就是毫无逻辑。然后我直接上动作。我直接起舞，他也不骑车了，他把车停下来看着我，他没有见过我这样的女人，他害怕了，他觉得我有病，他就骑着车仓皇逃离现场。我看他没有任何的回馈，我就眉飞色舞的追上去。然后我开始以他为圆心，我 circle 他，然后我会笑着跟他说，我说 The show must go on。你知道我是19岁的时候遇到的这个变态，我现在29岁了，10年了，我经常想起他，我时常觉得我没有真正的战胜这个老头，因为我无论如何我都没有办法回到19岁，真正的给他一枪或者给他一个巴掌之类的。但是我朋友说对我10年了，他应该已经死了。我想我会去到他的坟头看看他，在他的坟头，我旋转跳跃，他闭着眼。然后我会长久地凝视着他的坟头，然后我会问他，我说还看吗？谢谢大家，我是王大刀。王大刀的索票倒计时，再次掌声。哦，我是唯一没拍的。那个 It's okay, it's okay。感谢理解啊。那个上一轮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是最惊艳的选手之一，是，而且他的风格也是高度个人化的那种。其实从上一场开始，就是你那个表演更像是一个舞台剧的独角戏，而不是像我们传统上所理解的脱口秀。但是我觉得脱口秀的形式是不拘一格的，就你尝试把一个青少年时代遭遇的一个阴影，然后心里一直没有过去，但是你用这么奇怪有点精神病的方式演绎了一遍，它是很触及心灵的一种很深刻的一个表演。
我没拍的唯一原因就是感觉喜剧的密度，对，梗的密度不够。我今天听大刀的前半段的时候，我其实笑得挺厉害的，然后当然听到后半段的时候，我就笑容就收起来了，因为我听这个故事，我更多的感受，听完之后，我觉得我想给你一个拥抱，当然，我觉得这个拥抱其实不仅仅是我想给你的，我觉得也许也是你给我的。我猜测，也许是因为我们对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保护好自己是有懊恼的。对，我记得那个时候网暴最厉害的时候，然后也有很好事的媒体跑来问我说你怎么看待？然后他就是直接当着你的面去说出那个你不愿意听到的东西。我说，我跟你的反应，其实你在讲你说的话是是因为你不希望对方看出了你的害怕和惶恐，所以我好像在保持一种体面，我在说，那可能就是一种娱乐吧。但是在事隔多年，我对我自己非常的懊恼，我在想，丽水你在说什么？你居然说这是一个娱乐，没有人会网暴不是娱乐好吗？你怎么可以在那个时候你这样去说？我觉得你对自己极其的差。所以在他19岁到29岁这个过程当中，他永远会想到这个老头的脸，然后觉得说他为什么会有后面发疯的那一段，要 circle 他，要报复他，要什么？是因为他总是想，如果我可以回到当时，我也许可以处理得更好，我也许有更勇敢的，或者我更能保护我自己的一种方式。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心情，但是我当时在听到你的段子的时候，我已经感受到你肯定29岁的你肯定是比19岁的你要更加 strong 了。所以我觉得你也给了我很多的力量。谢谢。就是我觉得当时可能回击的，就我觉得我的反应还挺好的，我自己觉得，但是我可能就是想狠狠的弄他，就是我就是想狠狠的弄他，因为就是我受够了这种突如其来的没有办法及时取证的东西，让我挺愤怒的。这是一段非常特别的脱口秀表演，就是我平常比如说我觉得一个好，就是我笑特别开心，这段是我看完以后，我现在心跳比我平常快很多很多。你全程把我置于一种类似于纪录片式的压迫里边，它完全是纪录片，而且是那种街头所有的那种摄像头的那种没有任何删减的、没有任何滤镜的纪录片，一镜到底，一镜到底，那个压迫感太强了。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脱口秀素材，就有那么好的表达，你帮助很多女孩说出我们可能想说不敢说的话，那你就欠缺有一个点，这个点我现在找不到，我觉得你一定能够想到，怎么样在压力最强的时候，我们已经难受到不行的时候，你让我们释放出那个全部的恐惧、愤怒和这么多年想说没有说的话，然后那时候一定是全场是炸掉的，我觉得就缺这一个。但除此之外，我就认为这是个非常棒的，但很不同的一个表演。谢谢李云老师。我非常非常喜欢大刀，让大家知道女演员在台上真的可以表达任何自己想说的话题。而且大刀今天很酷的一点是，他只讲自己被骚扰的这一件事。他说他走夜路就会莫名其妙回头看看后面有没有人跟，这是每一个女人的共性，很勇敢。我觉得一方面情感层面，我在心里还是想狠狠地弄那个老头。我现在不知道他在哪儿干嘛，也不知道他对多少个人说了看看那句话。因为他实际上说的看看后面是有省略一些部位的名称的，是更直接更猛烈。我也有过，有。小时候吧，在我很小的时候，当时我也被性骚扰。之前我被性骚扰是报过一次警的，就是村子里的一个男人，然后去我家做客，然后
那时候很小，然后他就把我放在他腿上，然后就摸胸部。我感觉到那个行为是不舒适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我其实是从幼儿园里面退学的，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那种突然跑过来的老头，抱着我亲，捏我的屁屁，每天都哭着回家，也是因为这样才给我剃了一个寸头。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在公交车上就被一个人袭胸了。当时第一反应是，人家拉那个手环，他在我左边，我以为人家没拉紧。最近一次碰到这样的人，是用了一个很新的方式，是隔空投送，在地铁上，他传送了一张他的下半身的裸体照片。我当时在地铁上，我就感觉后面有人蹭我，那一刻就知道了为什么网上说你别人动你就打他呀，你喊他呀，做不到。那一刻我僵住了，是害怕，是不敢动，是完全不敢动，是等下一站我直接就跑出去了，我根本不敢回头看那个人是谁。我刚开始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出现的，是朋友的朋友，他就一直骚扰我，我把他拉黑了，他又换电话骚扰我，然后最后还发一些很恶心的图片那种，然后我就报警了。但是其实当时最伤我的其实是我那个朋友，他就觉得是好像就是我的问题，是我给了他暗示或者机会什么的，但其实完全不是啊，就是那种二次伤害比这个事件本身对我的伤害大得多得多。其实之前我被性骚扰是报过一次警的，然后在一个女性朋友的鼓励下，她让我报警。我当时是非常犹豫的，遇到这样的事情，最开始还是会觉得自己哪里有问题，以及这个事情是小事吗？值得去报警吗？而且那个结尾我也很喜欢。有一部电影叫《杀人回忆》，拍这部电影的时候，那个凶手还没抓到，当时导演就让那个办案的主角就是盯着镜头长久的凝视，其实就是在凝视那个凶手，因为他想到那个凶手可能也会买票来看这部电影。我想长久的凝视他，然后我又问他，我说还看吗？为什么追我？你不是在追我，是我在追你。你怎么穿成这样？谁让我说了牡蛎包的梗？懂了，那演吧。为什么追我？因为你点的美团闪购到了。不管在哪儿，美团闪购追着也要30分钟送达。美团闪购30分钟，好货到手。天哪，我们为什么要接这样的商务？你接我能理解，但我是为什么呀？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大刀的表演之后，他得到的票数是不是能够让他直接晋级？请看。需要开启对方的抢麦模式，盾组开启抢麦。按照我们的规则，因为盾组没有人抢麦，所以我们必须要启动我们的有缘箱。加球球喽！这更紧张，这更紧张了。来，大刀，你就直接抽就好了。除了你，我们现场谁都能看到你抽的是谁。太好了，太热闹不行，事儿大。来，大刀，大家不给反应啊，完全就是靠缘分。都还行，都还行。哎，又扔了。随便来一个，怎么这跟年会似的呢？啊，谁呀？谁呀？智胜，来吧，智胜啊！来吧！哥哥，好看了，好看了，好看了。下面要出场的这位演员在娱乐圈真是进进出出，但是今天他的选择是返璞归乡。掌声欢迎徐志胜。两个人怎么那么开心啊？他俩玩得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志胜。还是得讲脱口秀呀。
这但凡在外边观众有这种欢呼和掌声，我只会好奇，我说这后边又是谁出来了？比回到脱口秀更让我开心的就是我过年回到我们村里。今年过年也不知道是谁把我们全家的视频传网上去了，因为我长得很像我爷爷、我爸和我哥。然后网友就说我全家共用一张脸，说在视频里看到了我的一生。就是我爸现在出门都经常被人说，哎，你长得好像徐志胜呀。确实过年的时候有很多人去我家里拍照，还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天天去。就你们见过60、70岁的私生饭吗？就他们真的跟年轻的私生饭还是很不一样的，就他们真的有可能在你家里吃饭呀。而且他们是看着我从小长大的，那我在他们眼里那都算养成系艺人，知道吗？手里全是我的黑历史，在那一遍遍的说呀，说志胜，你还记得你当时偷谁家玉米吗？你还记得你当时打碎谁家玻璃吗？我说您还记得咱去年讲过一次了吗？然后我村里现在特别关注我的信息，但他们有时候也看不太懂。之前有段时间网上说我是那个理想型男友嘛，我也不知道在我们村里咋传的，后来就传成了说我在外边交了好多女朋友。我奶奶都着急了，给我打电话说咱徐家可不出这种人，你赶紧都给他们断了。我说奶奶，你把村里的网断了就行。然后我们山东过年还要挨家挨户去磕头，因为以前啊会摆着一些老人的照片，过去老人照片会给老人磕头，但现在也不摆照片了，都开始放电视了。就是我还在那磕着呢，他已经把电视打开放我的脱口秀了，还在那哎，这是你吧？是你吧？那么关键是我的脱口秀视频里边不光有我，他还会切别人的镜头。就你们给张绍刚磕过头吗？就我咣3个头磕完，张老师在那说感谢志胜带来的精彩表演。还有人带着孩子去的，在那说赶紧让大明星抱抱，让大明星抱抱。这以前都不让我抱呀，因为他们说谁抱多了就容易长得像谁。就我以前还生气呢，现在明白了，不是不抱，时候未到。好，我们老师还带着学生去那参观我，给学生说你看这个哥哥，就是因为好好学习，才能讲上脱口秀的。那是我觉得脱口秀最正面的一次。他在那给我要签名。我都急了，我说我小时候模仿我爸的签名，你也不要呀。但还是很开心，回去之后还找到了毕业照，然后发了个朋友圈说爱图，我赶紧给他评论，我说老师，你发的这张毕业照是我哥的。最离谱的是啥呢？还有人去我家里给我表演节目。一个在抖音上唱歌的大哥去我家里给我唱了一首好汉歌，然后要拜我为师。我说大哥你是不是误会了，我只是留欢乐在人间，但我真的不是刘欢呀。他还在那里问我说能不能带他上春晚，我说实不相瞒，为师现在也上不去了。咱们山东过年还经常会喝酒，而且如果你们去过山东，你会发现山东最擅长的都不是喝酒，是劝酒，那全是道德绑架呀。我现在去，我只要说，我说今天不喝酒了，他说行，你现在大明星了，哪能给我们喝酒呀？我说那就喝一杯行不行？他说行，你现在大明星能给我们喝一杯，就已经是瞧得起我们了。有时候我还被拉着去陪酒，你知道吗？关键是我也不会劝酒，我就只能在那我说你是不是瞧不起我这个大明星？好吧，讲这里，我是我们村的大明星徐志胜。
智胜的索票倒计时。好，谢谢大家，送给智胜。我觉得今天这个表演非常的爱，非常喜欢。谢谢大老师。我希望就是有什么就来什么，不用想那么多，是不是？这也是我今年想明白最重要的一个道理，就是好好笑，好好笑。因为就是做快乐的自己，前提是勇敢做自己嘛，就是把自个儿讲出来就行。我希望你越来越勇敢，越来越快乐，好吧？哎，来了。谢谢大老师，谢谢智胜，我特别同意大老师的，就是咱们就讲咱们的生活，对，然后就把生活是认真的挖掘一下这事儿，其实挺有价值的。对呀，对，那就是哇，这就是最终的价值，对不对？太对了。张老师，不枉我给你磕过头呀！得，太棒了啊！他的功力是这样的，他在他最差的时候也能瞬间给我们带入一个欢乐的氛围里，这就是功力。就像有一些超级乐队，他们一张唱片搞砸了以后，也是强于90%多的花乐队啊。所以智胜那没有，智胜肯定是这个级别的，而且所有这么多选手，也有一些私交很好的，但无论哪个人在他表现不是最佳的时候，我不拍灯，都或多或少有些心理负担。只有智胜我不拍灯是毫无心理负担的，这是基于深层的信任和尊重。今年过年我们村就切您的镜头在那磕。对，最后的这一段话又进行了非常成功的道德绑架，没事儿。来，春春，我想先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就是因为今天智胜分享的是成了名之后回老家的故事，对，就你当时成了名之后回老家，是不是也有盛况？我不光是在老家有盛况啊，走哪儿徐玉春本身就是盛况，对因为我的比赛是在长沙，所以就是他们就觉得跟自家人一样的。我在比如说我在机场，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在廊桥，我碰到一对阿姨，然后他们完全没有觉得你是什么歌手是什么，他们觉得你就是我身边的一个小孩儿，然后他们就会跑过来，然后就是摸你的脸，然后说。勋，你好白啊！川说你好白啊！感觉非常家人一样的一种感受。是的。就智胜可能自己完成了那个心理的那段就心路历程，对，就不纠结不痛苦了，就尽情享受这舞台。然后刚那段我就觉得，其实如果别人讲话，我不知道会是怎样的呈现，但刚才反正我们笑得非常开心。而且还有一个，其实如果谁在台上，一个明星在台上讲我回家省亲那感觉，其实会有一点点微妙的怪。但是智胜一讲，你就会觉得格外的真诚。对，那个处理不好很容易讨厌。是的，他就格外的真诚。还有一点，他变得特别好，就是他以前容易调起得很高，然后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大叫驴嘛，大叫驴对。脱口秀会不会好，我是不知道，我是越来越好了呀。脱口秀再不好呀，我可能离不开脱口秀的离开。大叫驴嘛。但现在这个没有了。你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训练吗？智胜？没有，因为去年其实说实话比较纠结的一件事是，在台上的心理包袱还是挺大的。但今年因为我今年心理包袱就很小，就是想在这个舞台上能给观众，因为我那个给观众的卡上也说的，这个夏天又见面了，所以我就想着，既然是见面，那就高高兴兴的见面嘛，那就不要观众看到你身上带着包袱站在那个台上。我觉得任何的包袱都不应该在这个台上跟观众分享，就应该只分享快乐就好了。好，谢谢智胜。来，在智胜的表演之后，大刀重新回到舞台。哎呀，咱俩这个缘分呀，太吓人了！我就感觉我要戳到你，是吧？过去吧。好，现在两个人的比值分别是，我怎么了？俩人怎么了？徐智胜267进入到下一轮。大刀，你的票数也非常好，243票，不低啊！盾阵营今天开胡了 ，yes。智胜是盾阵营今天的第一个。来，你真放松啊你！哇，不想哭了。我当时抽的时候，感觉我要抽到徐胜，还在那偷着乐呢。我在这，我说这喊啥呢？然后我就发现
越喊声越大，我就大概就意识到这个事儿就不对了。我是问 Kate 还是问谁？然后我一看观众就都看我了，我就扔下手卡，我就来了。因为我们俩之前在山羊的时候，他就帮我出主意，说了半天，我说志春这没有梗啊，他说嗨，你还要我给你写梗？我说你看我稿子里边有梗吗？现在知道为什么不给我写梗了。哎呀，因为你在开放麦，你在开放麦是紧的，你在这反而放松下来了。你看我懂脱口秀，我只是想不出来包袱，但脱口秀我来真懂，我真懂，我懂，我这太懂了，我懂脱口秀。我是觉得你就是能干一辈子脱口秀那种人，你讲啥都好笑，是吧？对，就是你没梗，你没梗都好笑，没梗都好笑，你懂吗？志顺，这是一种极大的天赋。这是在夸人哈，就是你平时这样说话就很好笑，你懂吗？因为我平时说话是有梗的。但我觉得我的还有点高了。没有，我觉得低了。但鲁豫老师说那句话呀，他只是就是脱口秀你带给的大家可能不一定是笑的那个感觉。哇，这句话也太脏了。脱口秀不给大人带笑带啥？哎呀，你在帮我说话对吧？好，你继续。这点情商在大刀这完全不够用。如果大刀不进，我愿意腾出来10票给大刀。你腾10票给我票，好像还是。那咱俩说淘汰了，那咱俩说汰了。可以。哎，志胜哥，你说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是什么感觉呀？你问这个干嘛？我这不是以防万一我火了吗？我先准备一下。就是那种很开心的感觉呀。具体是哪种感觉？那这样，我给你打个样。行。让生活更开心，感谢脱口秀的老朋友国民白酒老村长一路开心相伴，就是这种开心的感觉。我懂了。哎，你去哪儿？我去出道了，哥，咱们顶峰相见嘛。顶峰相见。真正纯良酒，好喝不上头，你值得拥有。盾阵营要继续派出他们下一位表演的演员。上一个赛段，这位朋友给我们分享了他很奇怪的创业经历。那么在这个赛段，我们来看一看他有一些什么清奇的故事要和我们大家分享。掌声欢迎小块儿。大家好，我是小快。我今年39岁，人到这个年纪吧，经常会有一个感觉，会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慢了。前一阵我去打篮球去，打2个小时，累得都不行了，走出一看表，才过15分钟啊！我当时觉得挺丢人的，想扣一个篮挽回一下颜面，给场上那些00后都吓傻了，因为他们打这么多年篮球，从来也没见过粉碎性骨折啊。而且我最近真的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这种中年人其实很难讨人喜欢。因为前一阵参加了一个同学聚会，我发现好多男同学吧，鼻毛都开始长出来了。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男的鼻毛长出来那个样子啊，就感觉他突然间变得非常有魅力。因为你跟他面对面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会被他的鼻毛所吸引，你看不到任何东西了，真的。我第一时间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的，不可能，根本做不到。没有人能够忽视房间里的鼻毛啊！而且我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发现啊，鼻毛就像 OOTD 一样，其实有很多种风格。有一个同学的风格呢，就是比较偏异域风情一点，因为呢，他只露出了1根2根，这种风格呢叫路易斯啊。好无聊。还有一种风格吧，就非常的乐观，因为他那个鼻毛吧。他一乐，你就能观看到啊，微笑刺客啊。但是那天最让我觉得震撼的是我们的班长，他的鼻毛看上去吧，非常的有文化，因为你总感觉他鼻孔里边塞了2个蘸满了墨的毛笔尖儿。你知道毛笔啊，有猪毫，有狼毫，我头一回见人毫啊，这就是人中豪杰啊。真的，因为当时的场面实在太过震撼了。那天他跟我说了很多话，我一句都没听进去，我一直在那盯着看，看到最后让我忘掉了社交礼仪，情不自禁地问了一句：“我说，你鼻毛怎么这么长啊？”
哥们儿回复了我2个字，颠覆了我的人生观啊。他说：“帅吗？”帅吗？朋友们，我可以接受他指着我的鼻子骂说关你毛事，但是帅吗？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这有点挑战人类文明的底线了。我说谁告诉你帅的呀？他说你凭什么定义帅？一句话给我问住了，我当时就感觉自己鼻毛短，见识也短啊。紧接着我用我残存的理智做了最后的挣扎，我说可是从来也没有人定义过鼻毛是帅的呀。他说从来如此便对吗？上深度了。我这个时候看他的鼻毛已经有点像鲁迅的2撇胡子了。但你知道人在被人怼的说不出来话的时候，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承认错误，而是换一个角度继续攻击。我说可是你鼻毛这么长，它多脏啊。他说鼻毛是呼吸系统的第1道防线，能够有效阻拦空气中60%的灰尘和细菌。现在这些东西都被你吸进去了，你凭什么说我脏？我真的是没有想到，美学上和科学上我都输了。那天晚上我回家反思了很久，觉得自己做的还真的不对，因为鼻毛和睫毛相比，只是出生的地方不一样，理论上来讲，这都算是地域歧视。我都能想象有一天睫毛碰见鼻毛，肯定会一脸嫌弃的说：“哦哟，还是个外地毛啊！”所以我第2天就特意找他去跟他道歉。哎，他把鼻毛给剪了，而且很明显他没有用专业的鼻毛修剪器，他就是拿指甲刀剪的。因为以前他的鼻毛是2个尖儿，现在是2个面儿。我说你要剪你就剪干净，你为什么要留2个面呢？他说你不觉得男的这样看上去有2把刷子吗？你不觉得啊？什么玩意儿啊？是。我前一阵刚写完这个段子，在开放麦试的时候，有一回下台以后，就有一个男演员跟我说：“你这个鼻毛段子以后别讲了，实在是太恶心了。”我说：“你凭什么定义恶心啊？”后来他就跟我说：“你这个段子会让人感到不适，你就不能讲。”我很不理解这个逻辑啊，为什么感到不适就不能讲？那我小时候一上数学课就感到不适，我也从来没跟老师说过，今天这个3角函数有点令人作呕了啊，给我来一段2人转换换口味啊，那不可能嘛，对不对？而且他又跟我说，你不要狡辩这些，说今天录制现场所有的女观众听到你说鼻毛2个字的时候就不会给你投票。我说你凭什么默认女观众的接受程度就不如男观众呢？啊，以小人之心夺姐妹之腹，是吧？他跟我说，就算现场观众接受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放到网上一定会被骂的。然后他就把我这篇稿子发给了 AI， 让他用最阴暗的逻辑去 DeepSeek 一下，给我总结出了几条舆情风险。第1条，书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说我抹黑了传统文化，可能是个日本人。第2条，他模拟出了一个在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说我们的空气中就没有这么多的灰尘和细菌。第3条，他说这个段子很容易引起外交纠纷，因为外国有很多人叫路易斯。念完他还问我这回怕不怕？我说这个 AI 不是真人，但真不是人啊，真人是不会这样 DeepSeek 的啊。他跟我说，你如果执意要在节目上讲这个，你要顾全大局，因为他说你讲这个东西会让人觉得脱口秀很低俗。实话实说，这一点我真的没想到。脱口秀是什么高级的东西吗？啊！我跟你们讲，我甚至觉得脱口秀的某些特质就像艺术界的鼻毛，你们仔细想一下，他们都有一些尖锐的东西啊。容易吸引到别人的注意力，也会让一部分人感到冒犯，但是也很容易被剪掉啊。
哥们儿听见了说，对，你就等着被快剪吧，到时候你就是脱口秀的鼻毛。我告诉你，你拿这段上节目讲，你肯定会被淘汰的。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啊，反正我是准备了一份淘汰感言啊。很遗憾，今天没有晋级啊，但是笑了的观众，你们好。你们的人生从此少了7分钟的恶心，多了7分钟的快乐。这就是拓展喜剧边界的意义啊！没笑的朋友，你们也好。虽然你们不愿意承认，但其实咱们是一类人，咱们都是对喜剧有自己的坚持啊。但是结果你们也看到了，有的时候坚持不一定有好结果啊。很多人跟我说，我选择这篇风险非常大的稿子，非常的愚蠢。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明知道会失败，但是仍然选择坚持的这种行为，帅吗？帅！好，谢谢大家，我是小快。来，小快的索票倒计时。为什么在这场要选这个题目？你是鼻毛这事儿想说很久了？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其实是比较喜欢写这种段子的。就中国现在这个流派好像没太有，你知道吗？对，那可不嘛啊！因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赛道，这条赛道只有你一个人，好吧？就是这条赛道应该叫什么呢？小快，一小嘴赛道。什么一小嘴下水道？罗老师对鼻毛这件事情极度在意。鼻毛的故事，我们生活里都经历过很多嘛。对，比如说随便说，就乐队的夏天，那个汪峰老师唱到那种如醉如痴高潮的时候，怼了个近镜头过去，2撮大鼻毛露出来，就你们热爱的汪峰老师。哇！所以我本来就是想着小块讲一个好玩的，但我觉得你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表现，特别棒，你帅。感谢感谢感谢。而且因为鼻毛这事儿，因为它不是说光中年之后，其实小时候就有鼻毛，都有。小时候老拔鼻毛，拔鼻娃娃啊。然后那个，所以说，然后但是今天咱们讲的时候，后边他就是突然间讲的什么剪掉啊，什么那些双关的地方特别多，精巧，对。从那个地域歧视那块的时候，对，就已经有好多精彩的地方了。他老说有一个人问他，那个人就是他自己。然后那个人一定不断的问他自己，讲这个东西是多么的一定有人觉得恶心，你要怎么处理这个事儿？他一直那个人是不是你自己？那个人是很多人，那个很多人，因为有很多朋友都跟我说讲这个风险很大。其实像是说鼻毛，本质是个思维游戏。其实你可以变得更大胆一点，就是你最后的后半段非常全面，你把每一个可能有的问题都堵住了。对啊。你从 deep sick， 对啊，是啊，对，所以我就会觉得。然后它还燃了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作为听众，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 ，OK 啊，然后我就没有拍。对，因为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本身它比较人接受的程度比较低吧，我就想让大家知道，我不是说一昧的没有考虑任何事情就把这讲出来，我也是经过深度思考 deep think 了以后，对，太 deep 了才讲的，我就想展现这么一个思考的过程，其实是对。我特别想听我们编剧老师是如何评价。我不知道，我自己可能脱口秀听多了，我就想听点不一样的。就感觉脱口秀好像就是也是越听口味越重的，就是越看越细节哈啊。对，然后我觉得块哥就是确实像罗老师说的一样，是在进行某种思维游戏，就是把一个非常细节的东西拔到它本不应有的高度，感觉像看《我爱我家》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像里头谁啊？感觉好像像里面的梁天老师。急了，都不光是劝，都急了，就是各种方式都用过了，好言相劝，侮辱谩骂，动之以理，晓之以情，就各种他们都试过。就是我劝他不要讲鼻毛的其中的一个前半段，我也听得非常的不适啊，但后面呢还挺好笑的，你就也接受他的这个道理。鼻毛这个东西，它后来又硬上价值，它这个角度又非常的新奇。我真的要拍这个灯是在于它非常的无聊。
但是我觉得一个人能享受无聊，能从无聊之中找出欢乐，才是一个人活着最好的精神。这就是人中豪杰啊！掌声送给小快。但是也要看一下小快的表演结束之后，我们笑团是2盏灯20，所以他就应该会接受挑战了。来，现在要在毛组里面开启抢麦，倒计时。哎呀，我集体战啊！集体战。来吧，块儿。我选韩大狗吧，因为那个韩大狗之前说过，我今年要是拿了节目的冠军的话，他就把他的俱乐部给我，所以那个，所以我觉得可以选他。对，是说过吧？是说过吧？掌声欢迎韩大狗。1楼、2楼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大狗。哎，等了几年，今年第一次上节目，很激动。为了上镜好看，我一直在减肥和护肤，当然鼻毛也刮了啊。反正我不相信幽默是男人的医美。我前2年减肥节奏很规律，每年1月报名完节目开始减肥，5月通知我上不了，开始暴饮暴食，每年循环。我是嘴很馋的人，我就很想找减肥的捷径。电商平台老给我推送减肥期间可以吃的低卡零食广告，都说馋了来一个，每个都不到1颗苹果的热量。你们有没有刷到过？什么山药做的辣条，魔芋做的毛肚，甚至还有鸡胸肉做的牛肉干。我全下单了，现在吃的比减肥前还多。我每天的零食约等于37个苹果，医生不敢远离我。每年都有新的噱头，我上一款还没吃完，商家又推荐我买下一个。以前流行什么燕麦、藜麦、荞麦、全麦，反正是全麦给我了。搞了款全麦饼干，做成一根根棍棒状。它的广告文案是饿了就拿出来磨磨牙，一听就很适合韩大狗。我吃了1个月，成功减轻了3颗牙齿的重量。现在又流行什么消炎抗衰的超级食物，怎么哈佛大学净研究减肥啊？这些食物你在中国都很难看到，什么牛油果、奇亚籽、羽衣甘蓝，听着像神奇宝贝进化了。甚至还推荐一款来自非洲的粗粮，叫库斯米，我还皮卡丘了。都想到去非洲找食物了。你以为非洲人瘦是吃了这些吗？不是宁可饥荒都不吃这些吗？我也吃过那个羽衣甘蓝，还不便宜，和吃氯化钙一样。后来一查，羽衣甘蓝早期引入中国就是作为观赏盆栽。那我去公园吃，无限量畅吃，直接问园丁哪里长得高了，我去啃2口。商家就喜欢给我们制造伪需求，越想偷懒，买的东西就越多，护肤更折腾，都不让你偷懒。我感觉所谓精致护肤的坑比我脸上都多。我想认真学一下护肤，我上网上搜男士护肤，刷到一个视频，他说男士精简护肤的5个步骤，精简完还有5个步骤，太看得起我们男士了。我们只有1个步骤，把水泼脸上。大部分男生都很糙的，洗个脸啥东西都不用，刷牙甚至都可以不带漱口杯，可以说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那几个护肤步骤对我也很复杂，先洗脸，再用洗脸巾把脸擦干，再往脸上涂爽肤水。我说我都多余把脸擦干。光保湿这个步骤还分出2个产品，乳液和面霜。
都不知道有什么区别，跟2个脱口秀节目一样。可能2个节目都觉得自己是面霜，水分少一点。光是洗脸这个产品，商家营销也充满各种刻板印象。我感觉男人的脸可能是世界上最难清洗的东西，男士洗面奶都是主打强效清洁，感觉不光能当洗面奶，可以用作沐浴露和洁厕灵。很难见到不是黑色的男士洗面奶，直接来什么活性炭，这不是去甲醛用的吗？还有最经典的火山泥，感觉我脸上有灭霸一样，搞得我现在心中对洗脸的成见是一座火山。感觉男士洗面奶都不是生产出来的，是他们开采出来的。接下来要探索太空了，难怪马斯克那么想去火星，就为了找到下一个男士洗面奶原材料，去油腻。马斯克说电动汽车好造，美国爷们儿要脸。但我不理解为什么女士洗面奶卖得更贵。我甚至看到一款女士洗面奶提取自大米精华，还不是库斯米，还得配合他家那个糙米水一起用，卖300块一套。男士洗面奶火山泥29.9块包邮，这才是资本做的局。我翻开《资本论》，看到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里都流淌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说对啊，这种情况很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推荐这款深层清洁洗面奶。谢谢大家，我是韩大狗，再见。来，再次把掌声送给韩大狗，同时我们请小快回到舞台。小快和韩大狗的票数是小快232票，恭喜小快晋级下一轮。大狗需要在待定区继续等待。哎呀，我当时那个鼻毛，我虽然反对，但我心里觉得好。我当时是支持来的。我虽然说你鼻毛肯定不行，但是我是说错了。但你最后那份太多了，你又加了1份。行了，太多了。记住我哥哥讲的好，不是多，你就是那要不260，他不懂都要不260。真是。因为是小快晋级了，所以下面要派出盾团队。盾团队要派出的这个演员呢，特别有特点，小火慢炖型，所以听他的脱口秀，你需要沉下心来，慢慢的听他好好讲一讲他对这个世界的小情绪。掌声欢迎孙书恒。大家好，我叫孙书恒，然后我今年28岁。28岁是什么体验呢？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27、8、9这3个年纪的朋友啊？就谢谢。就这3个年纪，你还是年轻人，但你没有那么年轻了。你年轻的时间有限了，你年轻到头了，你懂吗？就是28算不算年轻？绝对算年轻。但是28那种年轻，它跟18那种年轻，它不是一个年轻的。前两天别人问我多少岁，我说我28岁，他说哦。他很年轻，你就明显感觉出这是一句客套话。他的眼神里没有恨了。你知道我18的时候，别人问我多少岁，我说我18岁，他说你好年轻啊。嗨，我生怕失去自己的年轻人身份，我每天刷10个小时短视频，但我还是有些网络用语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还得去查。你们有查过网络用语是什么意思吗？你完了，你开始学习年轻人怎么说话了，但是学了也没用，就是你年纪越大，你能用的网络用语就越少，是吧？像什么家人们大无语事件发生，我最多还能再用3月。再像什么尊嘟假嘟，压根没用过。再像什么我是奶龙，哎呦这。
我都羞耻。我勒个兜，我勒个兜，哎呦！我勒个骚缸，咋说出来的呀？这些话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能说出来这样的话呢？到底是在他说在年轻的时候。28什么感觉？就是你不新鲜了，你懂不新鲜吗？就你也不是坏了，但你也并不好，你就是不新鲜了。我记得我新鲜的时候，我18岁的时候，那些网络语刚出来的时候，我那种喷薄而出那种时髦感，说出那些网络语那种新鲜感，有木有？有木有？有。爷青回。我打。时代的眼泪。而且28不是你活到28岁的，18岁是活到18岁的，28是你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28岁了。28不是20、1、2、3、4、5、6、7这么活的，不是，但是21，啊，28了。前两天我看一个电视剧，一个人说他25岁，我还想哇，我应该叫他叫哥。28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你不知道咋活了。其实25岁开始我就不知道咋活了，就是好像28、9岁你就做一件事就等待30岁的到来，你就没有人给你人生意见。我觉得同样的尴尬，34岁的朋友应该也有同样的尴尬，因为明年就要找工作了嘛。我就是年龄焦虑嘛，但我知道在座可能有些30、40岁的，或者说更大年纪的朋友会说，你还在年龄焦虑上了，你到我们这个年纪你就知道了，就焦虑。就是什么玩意儿？为什么使这个劲啊？你懂吧？一个年纪有一个年纪的焦虑，就是那些30、40岁的朋友，他们已经习惯了自己不年轻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我们是刚碰上，我们不是很适应的，我们不是就很多东西一直陪伴你的，就是突然有一天丢了，你再找不到，精力就没了，精力走了，你也没有精力去追他了，而且。就是肾上腺素也没了，新陈代谢都没了，你刚丢掉这些东西，你不是很适应。但是30、40岁的朋友好像完全不在乎这件事，完全不在乎。两个人喝着酒，他说：“哎，你什么东西掉了？”没事儿，干。无所谓。为什么说中年油腻？中年油腻，因为代谢不掉。你懂吗？就是他28吃那碗葱油拌面，到了36还没代谢完呢，他代谢不动了，你懂那种感觉吗？等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了。很多体验都不一样了，谈恋爱就不如20岁、22岁那时候谈恋爱了啊，那时候谈恋爱真是纯爱。20岁、22岁谈恋爱，那真是纯的荷尔蒙、纯冲动，天雷勾地火、宝塔镇河油，他们就爱，他们不用考虑任何后果，就爱。我讲实话来说，22谈恋爱跟76谈恋爱是差不多的。是吧？不用考虑任何什么结婚、生孩子、买房、买车，没有那个能力。我说的话都是一样的。你前任呢？死了。小火慢炖，炖熟了。爱的太剧烈了，我现在不行。就是28谈恋爱，你得开始过日子了，你得互相迁就、互相忍让了，你得会提供情绪价，你得把马桶盖掀起来了，你得会煮红糖水，因为你确切的知道，就你长这样，年纪大会疼人，是你在婚恋市场上仅存的优点。是你，就是你大脑运转的速度跟不上这个科技社会运转的速度了，你能理解吗？就是我记得我20岁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20岁的时候我大脑能转出火星子来，我都觉得科技发展的太慢了，我觉得科技真有点费劲。我刚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是那种移动互联网大爆发那个年代，啊，这些东西都刚出来，我当时就想，哇，科技
会给这个社会造成怎样剧烈的变动呢？网约车，哇，合法的黑车。Mobile OFO， 一个骑不动，一个骑不了，是吧？那时候觉得科技发展的太慢了，现在不行，现在我求科技不要发展了，我真有点累了，我现在。那什么脑机接口啊，什么 AI， 我根本都用不上。我现在去打车，连那个后备箱我都不会开。每次出差打车带一堆行李去开那个后备箱，他那个有1万种开的方式，他有的是要抄2下，有的是感应的，有的是有个按钮，我每次都得跟那个后备箱划拳。我说你怎么才能开？实在开不开，跑到车头那儿问司机。不知道为什么那种特惠快车的司机永远不愿摇窗户，也不愿下车帮你开，就非得隔着个玻璃跟你喊。你都想不明白，2025年怎么还有这种沟通交流的方式呢？好不容易把行李放上去，走到车门这，车门又不会开了。又得跟那个车门划拳，我说哎呀，你这，我就想科技这不是不是就划拳啊，朋友们？商场的感应水龙头，哎呀你。而且你好不容易坐上去了，你坐那种电车还特别容易晕车，啊，油车不晕就电车晕。啊，对吧？哎，你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晕车吗？因为你年纪到了。就你懂那种感觉吗？你就什么都不干，你光在这干坐着，就对科技犯恶心。谢谢大家，我是说，谢谢你们到来。太帅了，这个尾。孙志宏。锁票通道开启，再次掌声送给孙书恒。孙书恒那个捞回来的时候，其实我这个人心里也很纠结的。就我一想，你如果第2场还不适应这个舞台又讲砸了，我就想准备了很多歹毒的话要讽刺你。但是今天表现，无论是文本啊、创意啊、创新性啊，还有什么。表演还有那些气口什么，一切都是无懈可击的，为你骄傲，非常非常好。谢谢罗老师，谢谢罗老师。哎，那个钟，你觉得这一轮和上一轮自己的状态是不是有变化？有，因为上一轮大家对我的期待都挺高的，其实我个人不是很擅长在高期待里存活，我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就是环境，社交环境，就是对他挨啊，然后上一集一直说自个儿挨这个啊，配得感非常低，就这样。但是我觉得2次表现都很好，都很好，真的很好啊。他是吗？你知道是一定是就相信自个儿是啊，然后因为有你的地方就是天堂。然后他一上来我还有点担心，因为他一直挨他，你不能让他炸呀。但是包袱就是硬啊。而且孙书恒特有那种绽放感，你知道吗？就是前面一个鸟一点，砰，然后一下炸了以后，那一下就已经得到了很多欢呼了。我觉得你有自己那些绝对了不起的地方，就不要在乎这些事儿，你就好好演你自个儿，特别棒啊，特别棒。谢谢。我拍灯主要是因为我年纪也到了。然后他讲的很多梗，其实我觉得在我看来不是梗，它是真实存在过的一些痛点，好像就是我28岁的时候，差不多。我确实是在那个工作之后，其实我就一直每天都是工作，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突然到了27、28岁的时候，你会不知道哪一根神经，就那个天线就突然开始思考说，就每个整数就会这样。对，你就开始思考说，我好像除了一些工作的记忆，我人生没有别的东西，我不可以这样。我觉得这样回忆起来，这个人生太无趣了。所以我想去改变，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写了那个歌，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都得讲岁数是吗？罗老师才53岁，才53啊！我不说话都不合适，因为我55，比他大2岁啊。啊！啊！但是
我从来不觉得就是隔代之间是能够就产生什么完全的共情、完全理解，但是他这段我非常能够共情，因为他讲的28岁不是一个就是生物意义上就是28，不是一个具体的岁数，对，因为每个人你一定会在某个生命的节点上，你感受到他此刻感受到，我就是觉得我身体好像开始衰老了。问题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生活特别不讲道理，我付出青春，你根本就没有给我相同的回报。对对对。可能这是很多人特别焦虑的一点，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他这段特别好的，就是我一个55岁或者53岁人完全能够共情一个28岁人的地方。是的，我觉得是特别牛的一段表演，特别完美。谢谢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在孙书恒的表演结束之后，他是否能直接晋级？因为我们校友团给出来的是40票满票。孙书恒没有能够直接晋级，那么就意味着毛组现在要派人出来挑战了。开启讲麦倒计时。书恒，你的选择是？张俊吧。啊，好的。大家熟悉俊哥的，因为演出行万里路，加油加油，也尝各地的美食，是，所以今天他特别想和大家聊聊他对食物的理解。掌声欢迎张俊！加油 ，Shake out 大家好，我是张俊，2楼的朋友，你们好吗？哎，你们好。这几年大家越来越注重饮食这个东西了。然后我前几天在一个追星的帖子下面也看见2个人一直在劝对方吃点好的。可以，哇，一下就开了。我也喜欢吃点好的。我每次去一个地方演出，都会尝一些当地特色，就是那种只有当地有，然后其他地方都没有的菜。但我有一个很复杂的心理，就是我一方面很好奇，但另一方面我又很害怕。就是我觉得如果一个菜大众意义上非常好吃，它一定会流传出去，然后流传到上海这种大城市，然后变成预制菜。但它至少可以流传出来。所以如果这个菜只有当地有，就是我会感觉，比如前几年我刚刚来上海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地方几乎可以吃到全世界各个地方的菜，除了西湖醋鱼。上海没有一条西湖醋鱼，西湖醋鱼可能当年流传过来，第2天又流传回去了。江浙沪包邮是快哈，不知道为什么，肯定不是杭州，离上海太远了。因为在上海你可以吃到新疆菜、云南菜、深圳菜，也就是海南椰子鸡。新加坡菜、海南鸡饭，海南这个地方有点东西。我前几天落地海口，打开大众点评，排名第1，东北菜。全世界菜到处乱飞，西湖醋鱼静观其变。你在上海也喝不到一杯豆汁儿，一滴都没有。他们要从埃塞俄比亚飞10几个小时把咖啡豆运到上海来，京沪高铁4个小时，没有人送一杯豆汁过来。你在怕什么呀？啊，豆汁送过来以后抽了吗？当然，你要真的送过来，在路上就被人投诉了。家人们，高铁也打到臭车了。太有意思了。我有些北京的朋友就跟我说，北京最好的豆汁儿就是只有2环的胡同有，其他地方都没有。你听听这话说的，只有2环的胡同有，其他地方他连2环都走不出来。3环的北京人去2环里面尝了一口豆汁儿，留在这儿。我怀疑北京之前其实只有2环的，后面有那么多环，就是因为豆汁流传不出去，然后其他北京人他不走，那我走。去年的时候去新西兰演出，然后尝了一下新西兰菜，不是特别好吃。他们说新西兰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嘛，所以新西兰菜基本上就是英国菜。我说我知道英国菜很难吃啊，
但我没想到它难吃到要用帝国主义殖民逼别人吃。你这也太难吃了！你就是张个嘴的事需要用枪吗？你用点豆瓣酱不就完事儿了吗？这好吃就不需要殖民了，因为那次我们在新西兰吃的是川菜，没有四川人出去殖民的，没有四川人出去端着火锅，老子数到3，因为7秒就老了，你知道吗？其实我怀疑英国人根本就不喜欢英国菜，因为他们老出去殖民，他们感觉也不图啥别的，就是想出去吃点好的。他们都写出来想吃一些东方的美食，所以国旗上写了个大大的米字。他都写出来了，我想吃这个。当然，我觉得你要是就算流传不出去，你保持自己的特点，你也可以流传下来。然后我之前的时候看一个纪录片，他说我去这个地方探访一种濒危美食。什么玩意儿？没有濒危美食，美食是不会濒危的。濒危美食，我上一次看到这么有矛盾感的词组还是旺铺招租。为什么就可以？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段子，它就是那种即使你现场没有笑，然后你晚上洗澡的时候呢，没有濒危美食，你知道吗？美食是不会濒危的，没有人在街上喊救救北京烤鸭吧，没有人在吃北京烤鸭了。你今天禁止全中国所有人吃北京烤鸭，第2天也会有人在街上，我这里有一批新鲜的北京烤鸭。咱们找个小巷子把它卷了怎么样？你怎么不说话呀？我是警察，逮捕一批质押团伙，缴获一批鸦片。这个是吹风机吹头的时候。哦。没有濒危美食，你知道吗？但你今天禁止全中国所有人吃西湖醋鱼 ，OK？ 我没问题，你把西湖醋鱼禁了，西湖醋和那条鱼都会感谢你。这是西湖醋鱼。你要有特点，你就不会濒危啊，因为豆汁儿还在，它很特别，它特别难喝，所以它有2批受众。第一批是那种正宗的北京大爷大妈，他们占总人口数特别少的一部分，他们很小众的，他们比玩那种死亡重金属的还小众一点。另外一批就是我这种游客，豆汁能有多难喝呀？能有多难喝？给朋友带一杯。当然我没有成功带上高铁啊，不是因为有人投诉，是过安检的时候他让我喝一口。你总得有点特点才行吧？就算是豆汁儿，它至少健康，它能降火啊什么，它健康。你不能又难吃又不健康吧？垃圾食品难吃那就是垃圾啊！你总要有一点特点才行吧？这也是今年导演组跟我说的话。俊啊，你总得有点特点才行吧？你知道吧？你不能老是这么冷静的讲那种观察段子，你知道？你不能等到别人回去洗澡的时候才笑。为什么不行？因为我们现场就要投票了，我们不是在洗澡的时候投票。你要现场就炸，你要炸，你要让观众喜欢看炸，你要上情绪。我说，炸的也不健康。炸的也不做少吃，这营养均衡一点，对吧？什么的，我现在贼烦那些炸的，他每次炸完我头疼，他们炸完我现在属于是反炸脱口秀。谢谢大家，我张俊，谢谢。哎，这个太好看了，好好啊！哎呀，有点悬念呐，有悬念，有悬念。可以，相当可以。张俊索票通道开启，掌声送给张俊。张俊怎么对西湖醋鱼和豆汁儿如此之耿耿于怀？就是很特别，你知道吗？我觉得你很特别，就别人就会好奇你。
我发现这一轮比上一轮脱胎换骨了，终于确实有点不健康的炸，奇怪的炸。塌房了。因为张俊在我心目中一直是特别奇怪的选手。很多年前他第一次登台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人很帅、很酷，还有那种吊儿郎当的痞劲儿，然后还是出身高知家庭，差点读博士放弃了，然后就很奇怪，他每一场都很烂，你总是对他期待。他刚才有点凡尔赛吹牛了，他暗示他以前讲的比较高级，大家回家才会笑。我没有，我洗澡的时候完全没笑。但是就很奇怪，别人同样是帅哥，那个子浩，他每场都烂。当年他每场都烂的时候，你心里毫无期待。骂两个人。他也是好像是去年吧，就突然脱胎换骨，然后好像什么那个经脉都打通了。然后我就特别肃然起敬，然后你是我一直还是很遗憾的，就是我心理上从来没放弃过你但是我跟你说，罗永浩老师才是 rapper， 是不是？我说话太狠了，你就是烂，我拿你怎么办？但是今天这个好到我想站起来，真的很不错啊，这次特别好，谢谢，所有的都好，就是我想象中的张俊是情绪状态、表演和内容的契合度，对刁钻的角度，什么所有的，就这会儿是不是就觉得那种吊儿郎当的劲儿，在这个内容上还都挺合适的？全对了，全对了，帅的要死。为什么以前很帅，没有帅的要死呢？我们不喜欢表演很烂的帅哥啊。对，但他一旦表演也全对了的时候，原来那个形象气质那一套痞帅的那些东西全对了，全出来了，期待全满了，是吧？非常高兴，特别高兴。到头了，祝贺张俊！哇，终于，我觉得也是开花的感觉，因为每次张俊其实演的那个话题还有角度，都其实很厉害。就是因为那个角度差点东西，没人往那边想，对，他一直往那边想，后来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往那边想，然后。春春，你的感受？聊聊西湖醋鱼吧。是大家都不爱西湖醋鱼吗？对，我还行。你喜欢吃吗？为什么呢？我觉得还行。我可以，而且我对西湖醋鱼有特别好的印象，因为小时候一个电影里面有西湖醋鱼，我就有特别多的，虽然我没怎么吃过，但我有特别多的幻想，也跟电影满意不满意，一个黑白电影。所以你就完全不管舌头的反应了，对吧？好像我就是因为联想那个之后，就一直觉得很好，但其实我自己好像并没有吃过太多次。但每次去杭州都吃，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呀！你可是美食大省出来的，怎么会喜欢西？但杭州还有什么呢？骂人！偶像歌手，咱们别这么聊。杭州还有西湖美景，盖世无双。不是西湖，杭州的那几样就是西湖醋鱼、大明湖畔、龙井虾仁儿。龙井虾仁可以，哎，但是西湖确实有不是那个杭州确实吃的淡一些哈，就是确实是淡一点。还有你说美食还有什么是吧？油爆虾，这就不少了。还有什么？大家那个不是上海菜吗？油爆虾不是上海菜吗？麦当劳，对，西湖对杭州确实有麦当劳。不是，别硬撑了。我在杭州过了2年的生活。哦，对，您在这吃过了啊。它肯定是知名的中国美食洼地，杭州人都承认，所以这个我们不用硬帮他。腌笃鲜很好，那上海的吧？哦，是上海的 ，sorry， 江浙。然后在杭州菜里，作为中国美食洼地的杭州，这个西湖醋鱼也是洼地上的一颗明珠。哇塞，就是真的，对，你是真喜欢吃对吧？对呀。哦，哇，这么吧？没有什么凹的，凹是什么意思呀？有人喜欢一种菜，怎么了呀？凹什么呀？尊重。不是我在想，他为什么能流传下来，是因为还是有春春老师这样人的存在，要不然应该灭绝了。没有，还有是因为他对我来说，小时候代表了一种富足的生活。小时候看电影里面就有特别胖太的一阔太太说啊，你点什么？我说我要点一条西湖醋鱼。说我一个人吃的话，1条不够吃，但2条又吃不了。然后实际上我说哦，他好有钱的，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他代表着某种富裕的生活。
胖太太跟吃方便面是一样的哈，一杯吃不了，2盆太多了。对，就那个好，让我们结束关于西湖醋鱼的这个话题。那不然聊什么？这一趴不就是聊这个味儿吗？我现在想问一下春春，对张俊这次的表演风格和文本的态度。我上一次看的时候，我其实就挺喜欢张俊的风格，我一直在试图总结那个风格，它是一种偏 Q 版漫画式的表演嘛。因为他的有一些神情，有一些停顿，有一些蹲的点，我甚至觉得他有的时候在我的眼中有点像芝麻街啊，所以我会觉得特别的亲切。还有，其实美食这个话题不好讲，因为美食是个特别个体的一个体验。我喜欢的，我就觉得就是好，那我就很怕别人说哦那个东西好难吃，就是那种就一种老外到中国说哦你们吃鸡脚吃松花蛋，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吓人。但很容易就讲成那个样子，但他讲的就非常的平等，就我平等的嘲笑一切我不喜欢的，一切是以我的喜欢，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非常好，对，然后充满喜感，的确就有一种好像他突然脱胎换骨的感觉。对，张俊恭喜，找到劲儿了，找到劲儿了，太棒了，谢谢。海源老师，作为编剧老师，觉得张俊今天的状态，我觉得这一组对决是我们非常适合讨论创作的这样的一组对决，因为他们的文本在我眼里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很多演员大家表演的方式是从情绪出发的，但是他们俩不是，他们是纯靠他写作的东西，他的文本去传递他的想法，他甚至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微小的一个情绪一个想法，然后他要用这些东西去感染你，去说服你，其实是非常难的。你比如说有的梗，就我们在写梗的时候，可能有点跟打靶是一样的，就是你有可能打到1环2环，你的有的梗可能是打到9环10环，就是你打中了，观众都笑了，但是观众笑的那个意义可能是不一样的。就是可能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点点嫌弃谐音梗，用李诞以前的话说，因为它比较容易，它可能打出来的是1环2环。对，但是好的梗是会走出2环的。见惯了哦。对，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他们的文本，他们在我眼里就是8环9环10环，但是我看到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观众，包括我们的校友团，大家有在欣赏这样的文本、这样的表演，我其实非常的开心，极其的开心。谢谢，非常开心。好巧不巧，文本和特殊的表演风格，没想到2个人真就在这儿对上了。那么舒恒回到舞台，在孙书恒和张俊的表演结束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校友团给出来的票数，他们2个打的是平手，玄妙了啊！孙书恒、张俊他们的得票情况是。我其实此时此刻无所谓结果是啥，因为我演完之后，我就跟孙书恒对了一个眼神，然后我就 OK， 他就 OK， 然后我们俩都很开心，是最好的结果。哇，差得好近，非常的接近。首先恭喜孙书恒。276票顺利晋级，8分之差。张俊也非常好的成绩，268票，要稍微等待。恭喜！特别的好，真好。各位，这场的表演到现在就全部结束了。目前毛阵营晋级的是4位演员，盾阵营晋级的是13组演员。目前盾阵营暂时领先。想来现场体验线下脱口秀的快乐吗？微信搜一搜效果，关注效果官方公众号小程序，操作演出等您来看。新一轮脱友全国巡演即将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关注你喜爱的演员，并许愿想看的城市，朋友们可能就会出现在你的身边。相信下场一定会更加精彩。哎呀，你别说，咱俩的经历还挺像。是啊，那咱俩今天话怎么这么多呀？因为乐事啊，你发现没？聊天的时候吃乐事，这个天就聊得贼热闹，咱俩人聊出了200个乐子人的感觉。这玩意儿，真研究这根本停不下来。哎，拍完了，走吗？再吃会儿吧，这个流沙咸蛋黄味的还没吃过呢。
毛阵营目前有4组演员晋级，盾阵营有13组演员晋级，30个晋级名额，目前还有13个名额。有可能直接晋级吗？绝对的，直接进了。全场最高，这最高啊，最高，第一个直接晋级的女演员。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30分钟好货到手的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96倍乳黄金续航母源自护力，感谢 A2 紫药 HMO 奶粉赞助播出。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call back 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聊天吃乐事，分享更快乐。本节目由片片薄脆乐事不停的乐事赞助播出。真好笑，真有机。本节目由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赞助播出。微信搜索效果小程序，关注你喜欢的演员，并许愿想看城市，脱友全国巡演就有可能来到你身边。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每周5、周6中午12点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延伸节目朋友们和他的脱口秀，每周1、12点更新 ，SVIP 抢先看1天，还有超多幕后视频不定期掉落，记得准时追更哦。走吧，咱去找找大刀吧。我今天听大刀的前半段的时候，我其实笑得挺厉害的。听完之后，我觉得我想给你一个拥抱。当然，我觉得这个拥抱其实不仅仅是我想给你的，我觉得也许也是你给我的。大刀，哎，我挡住路了吗？不是，我来找你的。哦，你来找我的，累吗？本来挺累的，见到你一下就特别精神，就是，好突然，这什么环节啊？我现在很局促。好的，你好。所以你是在台下是不是那样的姿势？没有，就是不太熟悉的话就会有点局促，而且你也不是一般人。然后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2个就只能在这儿这样溜达了。我其实就是还是想来完成我的这个拥抱，可以吗？哦，当然可以。好，我 OK， 好，谢谢你，谢谢，非常感谢。没有。就是觉得你很好，很牛，因为你就是当时一出来就是以一种很先锋，大家也没有看过，也有很多舆论，我觉得真的很牛，因为只有你自己晓得你扛住了那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别个永远不可能感同身受。好，希望和我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新浪新闻、腾讯新闻、腾讯娱乐、立立成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辛苦大家。